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窩念美嘅先。今日係2025年嘅8月15號啊。咁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。咁啊，大事不妙啦。點解呢？哇！呢單嘢呢應該係投資界，甚至乎對中國有興趣、對股市有興趣嘅大新聞啊！全球呢最大嘅對沖基金啊，橋水基金啊，突然之間呢急速咁樣拋售，仲要係呢清空晒所有嘅中概股啊！太誇張啦！呢件事啊，突如其來。咁個基金創辦人大家都知啦，一向以嚟都係中國大好友，叫 Ray Dalio 啊，達里奧啊。咁點解會咁做呢？原來唔單止係憂呢個內房嘅風暴啊，會拖垮中國經濟添。直情咧有3大劇變啊，同埋100年嘅風暴啊。咁啊，真係咧，今次咧佢直情係要遠離中國啦。直情係我覺得係個崩潰啊，個信心係崩潰啊。不如我哋去片啦，詳細睇下佢哋點睇啦。咁我喺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。行有餘力嘅話咧，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，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。另外咧，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，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，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。多謝大家。今集咧就綜合咗好多個媒體啦，咁啊包括有外媒啊、英文媒體啊，同埋咧係華文媒體嘅。咁我一路講咧，其實個畫面一路 loop，咁其實嗰個文章咧主要係綜合咗嘅。好啦，嗱咁啊講翻啦吓，嗱其實咧曾經係中國嘅大好友啊，惡王達里奧 Ray Dalio 咧，佢創立嘅橋水基金咧最新嘅季度顯示啊，遠離中國咁啊喺今季咧第二季咧，橋水啊已經咧完全清倉晒阿里巴巴啊、拼多多啊、京東同埋百度等等嘅中概股啦，反而咧大手加碼咧，美股7雄啊，包括咧英偉達、微軟同埋 Alphabet、Meta， 即係頭先講緊呢個 Google 啦，同埋 Facebook 嗰個啦。咁啊，真係咧，依家咧，哇，聽聞有好多基金啊翻嚟啦，喺香港啊炒啊等等啊，賺夠啦，俾人賺啊嘛，係咪啊？係咪咁簡單啊？嗱，好啦，達里奧咧，原來咧佢喺80年代咧已經係睇好中國噶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唔知大家網友有冇聽過咧，或者有冇睇過佢嘅 YouTube 咧有一個卡通咧，哇！我睇完之後咧覺得中國係真係勁嘅喎，咁啊勁到咧其實美國真係玩完嘅喎，睇嚟。咁啊，而且咧有理有據，佢將嗰個經濟學啊，佢運用咗好多經濟學，用咗歷史啊等等唔同嘅角度咧，貨幣啊等等各方面加埋投資咧，佢好全面咁樣講到中國，唱好中國。簡單嚟講，所以咧依家咧佢連佢咁樣清空晒咧，嗱當然佢係退咗休嘅。咁啊橋水咧，其實依家咧當然啦，喂你話佢退休係咪有冇影響力咧？咁我唔知啊，但係我相信咧，佢即係啲門生咧，應該都係行緊佢嗰套嘅，應該都問佢意見噶嘛，係嘛？嗱咁啊講翻啦，咁啊佢80年代已經睇好中國啦，當時咧見證住中國咧由文革走出陰霾啦，由貧窮咧變成經濟奇蹟啦。1995年咧橋水開始投資中國市場，咁啊仲同咧中國嘅高層建立呢個深厚嘅關係添。咁啊2023年11月咧，佢同習近平咧同台食飯添啊，仲公開咧讚揚對方嘅演講意義非凡啦。嗱喺2019年咧，佢警告啊，唔投資中國咧，先至係真正嘅風險。你諗下，佢嗰種大好友，同埋頭先我講佢嗰啲即係論述啊等等咧，其實唔係一般普通大好友，佢真係唱到好盡㗎吓。咁啊，而且咧佢有學識噶嘛。好啦，2020年咧，佢又提醒投資者咧，唔好咧忽視中國嘅崛起嘅。咁去到2021年咧，當索羅斯批評咧中國係悲劇性嘅錯誤嘅時候咧，佢仲幫貝萊德辯護啊，話咧中國唔可以忽視噶。咁啊，索羅斯其實遠離中國咗好耐係嘛，咁啊，但係當時嘅佢貝萊德咧投資好多中概嘅，我其實有一集都講過嘅，佢係好多個嘅即係中概股，阿里巴巴啊等等好多個嘅即係騰訊啊。即係第幾大股東嘅，第4大、第2大咁上下嘅，即係我之前有講過嘅，你可能抄翻我啲片睇翻啦。所以貝萊德係好多嘅，咁我成日講啦，係咪好搞笑咧？貝萊德喺即係話要買啊李嘉誠嗰啲港口，咁點解大公報唔批評貝萊德咧？係嘛？咁佢喺中國咁多嘢係嘛？咁啊唔驚㗎佢係嘛？定係話貝萊德就唔使驚，李嘉誠就驚咧？但係李嘉誠係咪揸加拿大護照定係點咧？咁啊呢啲咧我唔知啦地緣政治嘅嘢吓。好啦，嗱講翻啦，
1980年咧至到2020年咧，中國經濟嘅年增長咧近10%，橋水基金咧亦都係賺到盆滿缽滿嘅。根據咧維達利奧嘅大周期理論咧，咁啊帝國興衰咧就如潮水一樣咧有起有落噶。咁啊2022年之後咧，中國開始面臨咧房地產嗰個爆破泡沫爆破啦，債務危機啊，地緣政治衝突、科技戰同埋咧疫情嘅後遺症啊。喂，我想講咧，房地產爆破咧未完嘅件事，啱啱騰訊唔係騰訊，啱啱恒大先至即係結束嗰個上市嘅地位啦喎，係嘛？啱啱跟住嗰個華南城係嘛？又係啦，瀨嘢啦。咁啊，其實咧一路撳住，大家一路救住咧，令到佢潰而不崩啊！咁啊，鏈住咧。聚咗嗰個能量會唔會一爆得仲更加勁定係咩咧？咁啊唔好睇少嗱，其實咧我另外可能拍一集咧，依家啱中國政府咧開始咧話想買翻嗰啲咧即係過剩嘅產能嗰啲房，救市啦，真係救市啦嚇！咁啊唔喺呢集講啦，呢個講翻個橋水先，因為呢單嘢都大劑嘅其實。同埋睇唔止房產啦，債務危機咧、地緣政治衝突咧、科技戰呢樣嘢咧，係嘛？疫情後遺症，其實呢啲咧，其實依家未完嘅，依家似乎咧係開始咧撳住嘅時候咧，慢慢浮下、嘔下，即係咧你見到咧一間屋咧，你見到有漏水啊嘛，即係好似我哋見到漏水，或者我哋見經濟挑戰啊，我哋見到一啲即係唔好嘅消息啦，或者挑戰啦，或者係見到啲風險講出嚟，未有啲人撳住你嘅，你唱衰唔准講，咁嗰度漏水，你揞住佢唔去處理，唔去揾個源頭，咁佢咪點啊？佢咪變成發毛咯，咁發毛一路嘔下，越嘔越爛，跟住咧有一陣臭味啊，哎呀，跟住咧成埲牆唔用得，然之後點啊？喺嗰間屋入邊嗰啲毛菌咧，你吸咗落去個肺度啊，哇，致命啊呢樣嘢！唔好講咁多毛菌啊，變咗健康節目添啊！我哋講翻個經濟先嗱，咁啊，其實咧講緊2024年嘅3月咧，佢仲喺 LinkedIn 嗰度發文，佢警告咧，如果北京咧唔削減債務同埋放鬆咧貨幣政策嘅話咧，中國可能迎嚟咧失去嘅10年啦。咁啊，到咗2024年9月咧，佢更加直言咧，中國嘅形勢比1990年嘅日本仲差。即係咧，你見到佢啦，2023年去到2024年嘅年頭，咁啊開始咧，我都即係見到佢都有即係係咪叫開始唱衰咧，或者轉態定係點樣咧？咁啊，依家佢直情話差過日本1990年咯。咦？咁啊，中國如果迷惘30年會點咧？啲樓房會點咧？唔驚，有香港啊嘛，嗰啲股票係嘛，嗰啲中概股啊，乜嘢唔掂，借唔到錢或者點樣喺香港一上市 IPO 咪有人嚟咯，係嘛？咁啊，既然咧就橋水就放出嚟，咁啊俾機會人哋去賺啦，係嘛？嗱，好啦，早喺咧2023年嘅時候咧，原來維達利奧咧，咁佢喺中國演講嗰度指出全球政治風險咧大過經濟風險啊！世界咧正在面臨百年一遇嘅風暴。咁一陣再講包括咩啦？咁我想問大家啦，你覺得咧中國嘅經濟風險大劑啲啊，定係咧地緣政治嘅風險大劑啲咧？咁啊，我想話係全球啦，當然係嘛？但係你哋覺得咧咁樣？因為咧經濟係嘛？喂。特朗普好似淨係搞關稅啫，佢冇話政治搞中國，係咪咁天真咧？大家唔會咁天真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嗱，其實咧你要睇唔係淨係睇佢，你睇佢嗰啲人係咪嗰啲鷹派嗰啲訪問啊，好多嘢話睇好多，咁你咧。集鞋埋睇咗好多訪問之後咧，你就知道咩事噶。好啦，嗱咁啊講翻咧，佢話嗰啲百年一遇嘅風暴包括咩嘢咧？首先債務危機啦，係嘛？呢樣嘢我都講過好多集啊。我喺我嗰個 W 檔案嗰度咧有特登講一國債嘅。其實咧，佢唔單止中央嘅債，地方債先誇張。地方債有城投債嘛，仲有啲叫隱性債啊。隱性債咧，即係嗰啲債咧係簽咗嘢，承諾咗未俾人哋。係咪叫唔找數定係成咧？咁啊嗱，路徑咧，喂，啲人話起路咪起到發晒達，點解會咁啊？嗱，咁呢度我就唔知啦，我冇調查過，唔知。但係咧，我哋就估計隱性債咧，佢係唔還或者遲還咧，會有連鎖反應，令到一紮嘢嘅。所以第一個債務危機咧，唔係講笑啊。第二個大國衝突啦，呢度唔講咁多啦，係嘛？呢度其實
中美啊等等嗰啲啦，依家咧歐洲都嚟了喎，係嘛？咁啊，仲有咧，你過剩產能傾銷出去，喂，印尼都嚟了喎，咁樣，所以咧，其實好多嘢會發生嘅。咁啊，同埋啲俄烏戰爭啊，喂，中國同俄羅斯啊、香港啊利用啊等等呢啲嘢啦，咁啊變咗咧，其實咧相當之複雜啊。所以咧，喂，大好友都點啊？哇，拍個心口話怕啦。咁啊，好啦，仲有咧。重大嘅技術嘅變革嗱，再加埋乜嘢咧嗱？其實少講啊，佢嗱個乾旱、洪水、自然災害，同埋佢起嗰個咧堤壩長江三峽嗰個工程咧，嗰度使好多錢啊，嗰度都好大鑊啊，其實嚇嗱，咁仲有咧就橋水特別點名嗱，中國房地產咧佔咗 GDP 嘅25%嗱，其實咧中國佔1/4啦。但係你知香港仲誇張啦，係嘛？嗱，居民財富咧佔咗70%嗰個房地產，但係咧恒大、碧桂園等等相繼啊爆雷啦。點知啊？萬科嗰啲咧係嘛？細啲嘅華南城啦，仲有好多㗎，仲有世茂啊等等好多好多嘢，你哋大家都知，你唔使睇咩，你睇香港有啲豪宅嗰啲人搞唔掂，你要買啊，係嘛？俾人啊，即係嗰啲叫做 call loan 啊等等變咗銀主盤，你就知道咩事啦。你即係見微知著啊！我想話，好啦，2024年咧，中國嘅總債務已經超過 GDP 嘅300%喎，哇！咪仲勁過日本260幾嘅。我諗佢咧，佢唔係淨係計國債，佢計埋啲地方債啊，就計埋啲隱性債啦。嗱，加上咧中美貿易戰同埋科技封鎖，美國晶片令咧又即係重創咗華為、中芯，而中國咧內部嗰個政治轉向咧，亦都令到投資者咧嗰個環境咧不確定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呢啲我哋都唔講咁多啦，呢啲咁啊大家都見到啦，有好多嘢發生緊係嘛。咁啊，又話穩又話唔穩嚇，即係有冇咁容易啊？咁啊，但係咧就實在係換嚟換去嗰啲人係嘛？你見到好啦，嗱，繼續講翻啦。咁啊，2025年上半年咧，達利奧即係 Ray Dalio 咧就賣出咗咧手頭上最後一批咧橋水嘅股份，辭去咗董事會嘅職務。咁啊，橋水咧正式進入咗呢個後 Ray Dalio 時代啦。咁啊，文萊嘅主權基金咧入股近20%，成為咧主要嘅股東之一啦。外界認為咧佢係真正退休嘅，係為咗咧讓橋水擺脫呢個中國嘅情意結啦，重新部署全球嘅投資。哇！咁佢啊即刻清空咗，就即刻買晒即係我講緊佢買晒之後，橋水即刻買晒中概股嗱。但係咧，係咪淨係佢有冇關係定係成咧？真係退休咧嗱？但係你要知道頭先嗰啲 comment 咧，佢講嗰啲咧，中國去警告嗰啲嘢咧，係真係佢講嘅喎，係嘛？即係其實佢都係睇到一啲嘢噶啦嗱。咁啊，講翻佢最新嘅持倉係乜嘢啦嗱？截至到咧6月30號啦，橋水投資總市值咧達到咧248億美元啦，按季咧升15%。科技嘅特別咧就係 AI 嘅企業咧成為重倉啦。咁啊，英偉達啦、NVIDIA 啦增持咗438萬7千股㗎，增加咗154%。咁啊，持股咧722.9萬股嘅，市值咧係11.4億美元嘅，成為咧第3大持股嘅咁啊，即係第3大股東係嘛？定係佢第3大持股啊？咁啊呢個唔清楚啊，要再睇一睇先。微軟咧增至172萬股啦，市值係8.53億美元嘅。而 Alphabet 咧，即係 Google 母公司啦，增至560萬股，咁啊市值咧係9.87億美元嘅。呢啲咧都係同 AI 有關啊。英偉達就晶片啦，其他嗰啲 AI 應用啦。Meta 咧增至咧807.1萬股啦，市值咧係5.96億美元嘅。佢仲加碼咗啦 Uber 啦、安謀啦，咁啊同埋咧 ARM、Intuit 同埋咧新建倉嘅 EQT 啦，同埋 Lyft 即係 LYFT 嗰個即係 Uber 嘅競爭對手啦，同埋咧 Ultra Beauty 嘅。咁啊嗱，其實講翻中概股啦，同時之間咧橋水完全沽清咗阿里同埋咧拼多多、京東、百度啦，賣出咗咧雪佛龍等等嘅能源股啦，減持埋蘋果、SPDR 啊、標普啦、500嘅 ETF 啦，聯合航空、安達保險。值得注意嘅就係咧，今年第一季咧橋水先買爆咗阿里，今年第一季即刻轉頭咧180度啦，第二季嗱一聲買，係咪升咗嘅啫？放咗咋係嘛？嗱，其實咧佢係反映
佢對中國嗰個資產嘅信心咧急速崩潰啊！清空啊嘛，因為佢認為咧中國製造業咧會繼續領先美國噶，但係咧 AI 咧係一場咧國家不能輸嘅戰爭。中國咧雖然有平價晶片嘅優勢啊，但係咧美國嘅創新同埋咧知識產權方面咧就有壁壘，加上咧中國嘅債務同埋地緣政治嘅風險啦。中國處於劣勢，佢建議咧中國進行咧美麗的去槓桿化，即係咧通過咧通縮減債，同時咧放寬貨幣刺激經濟，否則咧可能咧需要會步呢個日本嘅後塵啊。你話即係佢中國係咪有去緊槓桿咧？似乎係嘅，講係咁樣講係去槓桿啦，係嘛？但係咧即係有啲嘢係咪即係好似美國咁，有時就由得佢發生咗，佢嗰個企業唔掂就由得佢執，定係點樣呢？定係咧夾硬話要潰而不崩，咁揞住，跟住夾硬救，定係會唔會拖連到銀行呢？如果係咁嘅話，其實唔單止係步日本嘅後塵，係嘛？幾得意喎！佢話即係透過通縮減債，係通縮唔係好咩？咁樣係嘛？有可能係咁。如果中國再通縮，咁香港會點呢？係嘛？根據彭博嘅報道啦，中國嘅監管部門咧正在考慮由大型嘅央企同埋咧國有嘅資產公司，例如咧中國信達嘅收購咧困境嘅房企嘅存貨，即係啲貨尾啦。喂，第日唔知香港會唔會都係咁樣咧？喂，香港政府咧買咗啲私樓咁樣即係譬如路徑嗰啲執笠啦，英皇係嘛，新世界嗰啲貨尾，喂，政府買咗之後攞嚟做公屋得唔得啊？或者攞嚟做居屋得唔得？如果係正係嘛，居屋都好咁梗係冇咁易啦。講下咁講啦，係嘛？即係講翻中國先，頭先講少嘅咋。佢話咧就其實即係中國咧就係會即係政府會咁樣買消化咧4.08億平方米嘅庫存嘅。呢個方案咧就會動用到咧央行嘅3000億人民幣嘅保障性嘅嗰個住房嘅貸款嘅額度嘅，並且咧可能會取消咧地方政府收購嗰個價格嘅限制。提高咧市場化個效率。呢個政策轉向咧，意味住咧就中國救市由地方政府咧提升到咧去到國家政府嘅層面啦，去到即係中央層面啦。集中資源咧，系統性咧消化過剩嘅庫存，唔再只係咧咩保交樓等等嗰啲口號式嗰啲嘢啦。而係咧全面處理咧房地產嘅危機風險。但係咧你咁樣買咗翻嚟做保障房，咁調翻轉，其實係咪調翻轉係推啲人消費？其實我有一集講噶，使4000億想推啲人消費，唔係好推得起啊，唔係話完全唔係推得起，推到少少咁樣啦。即係睇下中國夠唔夠得市啦。但係咧，似乎橋水就唔睇好啦。如果唔係，佢都唔會清空晒啦。而且佢咁急咁快，全球最大嘅基金咁睇，咁你話可能喂唔係？好多嗰啲基金入翻嚟喎，及住香港嘅股市剩下各樣嘢嚟咯。即係當然啦，你要記住好多嗰啲咧對沖基金包括咧 Jane Street 即係佢喺印度瀨嘢嗰度同埋另外一個對沖基金。記住對沖基金有一啲咧係炒噶，係咪？即係你都唔想索羅斯對你盯住咗你有興趣噶。當然啦，索羅斯都退咗休啦，係嘛？即係我意思係咁解嘅，即係索羅斯嗰類嘅基金，係嘛？真係咧拭目以待啦。大家即係呢個新聞，我覺得係重要嘅。好啦，大家有咩睇法咧？不妨喺下底留言啦。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，share 埋俾朋友，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